大家好，我是萨利森。为什么我常说赚钱很容易呢？你知道吗？这次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很多人都已经默默的赚到2022年的第一桶金了。因为在这次的战争里面，我们可以赌一些价格是肯定上涨的东西，不但合法，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松操作的。最重要的是在短时间内稳赚啊！这方法叫做期货交易。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就很不爽，萨利森，你这不是发国难财吗？我想说的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害怕战争，我也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够为和平做什么了，我也觉得无能为力。我不是想看到发生天灾人祸，大家才致富。我也教大家平安无事的时候怎么创业赚钱，但我只能在这些不可控的因素里面，让各位兄弟姐妹先富起来，让你们至少能够自保。因为期货的发明呢，本来就是让大家做风险对冲的，只是我们可以在对冲的基础上加上投机，让我们瞬间致富。很多人都认为像期货这些衍生产品风险很大，萨利森，你教人玩这些东西，你这不是害人吗？我告诉你，这世界没有风险大的投资品，只有不懂的人。你没有学过游泳，让你跳进海里，就算给你个救生衣，你还是觉得风险很大，因为你怕水嘛。而为什么你会怕水？因为你没有深入学习过游泳嘛，你没有一个好师傅教你游泳嘛。同理，当你接触过期货，就跟你懂得游泳一样，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玩会亏钱，怎么玩可以利用期货高杠杆的特性，可以选择看涨看跌的特性，用这些特性去赚钱，那你就不会怕期货了。这世界只有新手跟老手，只有懂与不懂，生死不可控，但财富可以。这是我仅有可以为大家做的事。真的，在这段大家都感到无助的时间，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传播正能量，哪怕你是轻微的点一个赞，让这部影片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也是你的功德。为什么这部影片这么重要呢？因为股票只能看涨，对吧？那跌了怎么办？你只能眼睁睁的被套牢啊。那如果玩衍生产品呢？尤其是这种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之前疫情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看涨，也可以看跌，来保护我们的资产，甚至盈利。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播出以后，我不希望下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你们还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买股票上涨。我不希望你们再被割韭菜剪羊毛，被洗盘操盘了。而我还需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的存在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一提到俄罗斯，你想要赚钱的话，你必须马上想到就是石油。这东西呢可以让你致富啊。你明白了这大局观以后，毫不夸张的讲，你一年只是交易一次，你这一年都可以退休了。真正的高手不需要每天都看盘，每天都工作，而是像狼一样，先找一只肥美的猎物，然后在远方埋伏，等到猎物放松，时机一成熟，就马上出手，把猎物的脖子咬断。这真的是交易最高层次的心法。我不留恋，一赚到就跑，一赚到就去度假，就去玩，等到下一个时机和猎物的出现，我就回来把猎物收割。大家还记得在之前疫情期间美股大跌到熔断的新闻吧？这段时间为什么我口袋瞬间涨了不少呢？为什么股灾很多人都破产的时候，我是赚钱最多的时候呢？因为股价就像过山车一样，上去的时候很慢，但坠落和下跌的时候是很快的。当人恐惧的时候，你是不理性的，你想的只是尽快要把手上的火头扔掉，所以才会触发熔断机制。跌得太厉害了，那政府就不让你们交易，让你们冷静冷静。那为什么我能够在股票下跌的时候赚钱呢？因为我反向操作了，我做空了。我跟你们徐徐道来啊。首先你得知道这股灾是怎么引起的，疫情吗？当然不是。当时你有没有听过油价跌到-37块美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买这个石油，我这个卖石油的不但把这石油送给你，我还要到付给你37块美金，目的就是让你帮我把石油清理掉。网上那些财经网红就说是因为疫情导致飞机停班，然后就因为用不到这些石油燃料，所以就囤积了大量的石油，没地方放了，你来帮我清理，我就会给你钱。我笑了，这种说法还有人信？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呢，是沙特与俄罗斯这两个主宰石油的黑天鹅进行了石油之战。两个国家在减产石油的这个话题谈不来嘛，所以大家就减价卖石油嘛。这看似很合理，对不对？当时都2020了，
还玩负面竞争吗？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两个看似敌人的关系，实际上呢是联合一起对付石油的替代品，也就是美国的页岩油。美国希望发展这种页岩油，达到自给自足的效果。身为全球第一大国，能源这种必需品怎么能够被人掐着脖子呢？所以沙特与俄罗斯呢，表面是在竞争，实际上呢是在合伙弄美国啊。因为这个页岩油呢还在发展的阶段，成本可能都要20块美金一桶啊。那么当原油的价格跌到负37块美金的时候呢，这些公司还怎么竞争啊？人家石油不用钱，我要不亏本，最起码要卖20块美金，那我怎么生存嘛？对吧？我说的这些呢，好像跟大家无关啊，但我告诉你，油价涨跌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庄家不是那些金融的巨鳄，而是一个国家啊。那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投机的方式，在这些大事件赚钱啊。如果你能够提早的分析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能够预测未来油价超过90%的几率会跌的时候，你还怕赚不到钱吗？我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可以让很多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迅速的赚到一桶金啊，玩的就是游击战，赚到就跑。大家玩股票的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无论你是价值投资，还是像我一样跟随趋势去买卖，都应该经历过被洗盘吧。比如说你30块买进一只股票，一买进股价就跌到了20块，那你看自己没了差不多30%的资金，你就很害怕，你一害怕就把股票卖了，而当你一卖，你这股价就涨到了40块。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些机构投资者在洗盘啊，先把你洗走，把筹码都吸进他们的手上。而为什么你会受影响呢？因为你只能买单一个方向啊，你买进一只股票，你只能看它涨啊。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物极必反，这世界呢没有一件事是永恒的，经济到顶了也会爆破。如果说你明知股价很大几率要下跌，你还只能买它涨，买了以后呢，你就只能祈祷它上涨，那你不是等着被收割吗？所以高手玩的肯定是可以选择方向的，也就是期货、期权、warrant 这些衍生的产品。我可以看涨，也可以看跌，对吧？而且这些都有杠杆，也就是说很低的门槛就能够进场了。那什么是期货呢？期货这东西不是货，是一张合约啊。所以如果你用中文去理解就很复杂了，因为这东西是老外发明的，他们叫做 futures， 就是未来嘛，意思就是我跟你去签一份合约，让你去买一个未来。很多人觉得买一个未来不就是赌博吗？我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啊？其实不然，这本质呢跟你去买保险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设计给我们商人的游戏罢了。比如说啊，我是一家航空公司，那我们做生意最担心的成本是什么？是会变动的成本。我们要开飞机，飞机这个东西呢是固定的成本，而原油会因为价格波动，然后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利润，对吧？我们正常买原油呢，比如说现在市场价是500块美金一吨的原油，但是未来这个期货它是涨到600一吨呢，还是跌到400一吨呢？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下个月涨到600一吨的话，我问大家，我们是多花钱还是少花钱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每个月都需要大量的原油，1万吨就多了100万，10万吨就多了1000万。我说的是美金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以为经营一家航空公司很厉害，做飞机生意不赚钱，什么赚钱了，对不对？那我问你，这么赚钱，为什么你不去干呢？航空公司的经营模式就摆在这了，你为什么不跟着去复制呢？因为你很清楚，开这样一家公司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很不可控。你看这次的疫情，有多少的航空公司要倒闭，或者要政府去救？以前赚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因为飞机的东西呢，你一听就知道是重资产，是很笨重的。这个公司的规模越大，你这个老板就越辛苦，因为你每个月都要背着无数员工的薪水，这经济一停下来就挺不过了。所以如果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都必须要玩轻资产，门槛越低越好，越接近零成本越好。那么关于轻资产创业，详细的我准备了一个免费的网上培训，怎么玩，玩什么，我会直接告诉你如何不需要员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需要透过一部电脑，你就可以打造24小时自动赚钱的机器。这些都是经过我本人的实践，所以虽然说是免费，但也不是说没有门槛。有人数限制的同时呢，
还不能够重播。那如何报名呢？你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连接报名。那话说回来，我们航空公司做生意就会想，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原油的价格，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成本呢？然后我们只顾怎么营销，怎么让更多的人来坐飞机就好啦，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会找到一些投资者，跟他们签一个合约。现在是2022年的3月，这些投资者承诺在2022年8月的时候，可以继续的以$500一吨的价格把原油卖给我，而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去给钱。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到了8月，这原油价格涨到了$600一吨，他们也只是卖我们$500，我们是不是直接赚了$100啊？1万吨就直接赚了$100万啊？这个能听懂吗？但是如果8月的时候油价不是涨而是跌的话，跌到$400，但合约要求我们用$500去买这个原油，那我们是不是也亏了$100？1万吨就直接亏了$100万，对吧？聪明的你，这样的交易做不做？如果我们看好下个季度的油价是涨的话，是可以做的。但我们是做生意，不是投机啊。我们想的只是如何把成本的风险降低，并不是想要靠投机原油涨跌来赚钱啊。所以这合约必须要改一下，这合约可以违约，但我们要先付10%的首付。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先付$50给这投资者，如果油价涨到$600，我们想要履行合约，用$500买市价$600一吨的原油，我们只需要补剩下的90%的差价，也就是$450就 OK 了。能听懂吗？而如果原油价格跌了，跌到了$400一吨，本来我们需要给$500去履行合约的，现在不用了，我不履行合约了，那我是不是只需要亏$50一吨给投资者啊？赚的话赚100甚至更多，因为油价是不是可以涨到700，涨到1000啊？涨是无上限的嘛。但亏呢，我只需要给$50的违约金，长期来说，我这生意是不是稳赚啊？因为最差的情况，我也只是把这合约作废罢了，有止损嘛？这就等于我给了$50买个原油的保险，概念是一样的。你死了，保险公司赔你钱；你不死，你这保险费就白交了。所以期货的存在就需要去吓你，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原理很复杂，那你只需要记着，期货本质上是让我们做对冲的。谁买比较合适呢？就是用这个货的人发明这个期货的本意，就是让使用这些大宗商品，什么石油啊、粮食啊、玉米啊等等的买卖方去对接的。但我想说的是，这期货的合约是可以交易的，也就是说可以投机的。刚才说了，我要给10%的保证金，也就是$50，对吧？如果8月，也就是合约履行之前，这个原油的价格大跌，比如说在7月的时候，从$500跌到$100，那你觉得还有1个月，这不可能涨回$500了？那你这$50是不是一定亏的呢？不是的，我们还可以用$10的价格把这$50的合约卖出去。也就是说，假设有一个人叫小明，他是看涨油价的，那他就可以$10买入我们的合约。假设油价在之后的几天涨了，那他就可以用$20的价格把这个合约卖给下一个人，那他直接就赚了$10啊。所以这合约的价格是浮动的，而影响这合约的价格因素呢，就是油价。如果油价涨，这个合约就会升值；如果油价跌，这个合约就会贬值。因为现在的期货操作已经非常简单了，你只需要看涨或者看跌就 OK 了，你也不需要囤货，因为这些交易平台都是用钱来交易的。也就是说，你看油价涨的话，平台不会给你原油，只会给你钱；跌的话，也只需要你给钱。你只需要理解这一点就可以投机了。换句话说，如果像疫情期间，我们知道俄罗斯要弄美国的页岩油，我们知道原油的生产会增加，我们预测到油价会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空原油期货，也就是买进看跌的期货合约，你就去买这油价未来是下跌的方向。
沽空，那么当时你就可以赚很多了。这点如果你理解，你就知道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战争怎么赚钱了。我先说一些大家能跟上的思维啊。你想从一件大事里面赚钱，你必须要知道一个国家他们垄断了世界的什么。比如说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什么小麦啊、黄豆啊、玉米啊等等，这些都要靠乌克兰。那俄罗斯呢？刚才也说了，石油嘛，天然气嘛。那我问你，战争的时候，这些商品的供应会不会受到影响啊？会啊。那供应减少的时候，这些商品越稀缺的时候，商品的价格会怎么样？肯定上涨啊。那在上几个礼拜，俄罗斯在布局要进攻乌克兰的时候，那1-2个礼拜，当你预期这些小麦、黄豆、玉米还有石油的价格会上涨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去买进这些商品看涨的期货合约啊？你别跟我说2个礼拜的时间不够啊！疫情还未大爆发之前呢，我走了一趟超市，我找个卫生纸都没有啊！为什么大家懂得在天灾人祸的时候，懂得去抢日用品，懂得去抢口罩，然后拿去卖，但就是不知道去买这些商品的看涨期货合约呢？上周四的时候，美国小麦创13年以来的新高啊，黄豆也逼近了2012年的历史最高价，玉米更写下了2013年以来的新高纪录，而波兰特原油呢破$100啊，而天然气更飙升了62%。那有的人就会问，我能预测到这些商品的价格会涨，但我预测不了俄罗斯真的会打啊。其实你知不知道都无所谓，这场仗一日没有打完，这些东西的价格会怎么样？会继续涨啊。下次呢，不打仗又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布局了吧？而且门槛不高啊。你比如说我10块美金就可以买到100块美金原油期货合约，这原油涨了10%，涨到110美金的时候，你这合约的价格可能就不止翻了10%了，可能就翻1倍了，10美金涨到20美金啊！你这样去理解啊，原油的价格上涨，你这期货合约也会跟着涨，对吧？但涨多少呢？是市场交易决定的，因为你这合约在市场交易啊。换句话说，越多的人接盘，涨得越多。这里面有条数学公式可以估价，但你也不需要记，你只需要记得买对方向，然后短时间赚到就跑。那万一就算俄罗斯打仗，这原油还下跌的话怎么办呢？刚才也说了，你比如说100美金跌到90美金，你这合约从你买入价10美金跌到5美金，那你还是可以用5美金卖出去止损啊。你也一定要去止损，因为俄罗斯打仗原油还跌的话，那肯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了，但你亏的金额有限嘛。虽然说这是玩杠杆，但你投入的金额少嘛。其实很多电视评论员呢都说预测不了俄罗斯真的会打，他们只能用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去解释整件事。但如果你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常常被西方国家严重制裁的国家的时候呢，如果你知道俄罗斯早就去美元化的时候呢，你就知道现在的经济制裁根本对俄罗斯造成不了威胁。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都怕美国？因为美国欠了很多钱，如果美国不还，那些债主也要崩。所以为什么我常说，能借钱的人本事是最大的。富人借钱，穷人存钱。富人死的时候，人在天堂，债在银行；穷人死的时候，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那俄罗斯的普京呢？你觉得他很战斗民族？实际上呢，他的财商也很高。俄罗斯早就已经减少对美元的直接使用了，也降低了外汇储备的比例，更大幅度的抛售了美国的国债。毫不夸张的讲，俄罗斯现在几乎完全清空了长期持有的美债，然后大量的买入黄金啊，因为黄金目前还是国际普遍认可的货币，那它就不需要被美元牵制住。所以这次美国说要经济制裁俄罗斯，人家根本就不怕，反而这动作就推动了这场战争。因为我打，你又制裁我；我不打，你还是会制裁我。那我为什么不打呢？而当真的要打的时候，美国又说自己不会有兵力的援助，这代表什么？那听到这里呢，你可能会问，少医生，战争的话，黄金不是会涨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买入黄金的期货啊？对的，黄金期货可以做投机的用途，但我个人认为战争对黄金价格影响不是很大，可能会短期内有价格上涨。我们看开战当天就涨了很多，但很快就跌回来了。原因我之前也提过，你打仗不会带着黄金嘛？那我本人买入黄金本金的用意呢，也在那部影片有详细说到。那如果你是俄罗斯人，你国家的货币要贬值，你也可以在战争之前呢去换黄金。
但期货不是什么都能碰的，股票指数的期货我就不建议大家玩了。假设现在道琼斯指数是33000点，对吧？如果你认为1个月后能涨到38000点，那么你买上涨合约，而如果你认为1个月后会跌到3万点，你就买下跌合约。这个指数期货跟商品期货是一样的，它就是个对赌，但不同的是，这指数越接近合约限期，也就是1个月后，你就越难把合约卖出去，所以这合约每天的价格都会递减的，接盘的人也会随着限期越近变得越少，因为到期那天呢，这合约的价格和价值将会变成0啊，所以越接近期限的合约风险就越大，但同时杠杆也越大，涨幅也越大。而我刚才也说过了，指数期货市场是有金融巨鳄操盘的，它要杀牛还是杀熊都是它控制的。而实物商品期货为什么可以玩呢？除了因为操盘的因素少一点以外，合约到期价值也不会归零啊。按道理，比如说你买了原油的期货，你拿这单子是可以提货的，当然我们作为交易者不会这么做，但道理是这样的。大宗商品的期货到期你有真金白银可以换成货，但股票指数期货呢，到期就变成0了。指数这东西是虚的，所以新手千万别碰，老手更不用碰了。很多人想要一夜致富，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因为他没有感受过一天有钱人的生活，他是用穷人的心态去理解致富这件事。他们认为投资和投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呢，这的确是最快赚钱的方法之一。我的思想也是先让大家赚到第一桶金，但是你不能只是想着一辈子只干一票，然后就退休了。真正富人呢，是想着如何很远的吸引财富，守住财富。我告诉你，钱可以没有花完的一天，但会有贬值到废纸的一天。只要这世界还在不断的印钱，你这钱呢就会越来越不值钱。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拥有一个自动赚钱的机器。美金值钱，我们可以收美金；黄金值钱，我们收黄金，因时事而决定收什么货币。要达到这一点，你必须选择在互联网创业，尤其是 YouTube 这个平台，因为你去观察一下身边的每一个人，连上一代的人呢都会使用 YouTube 了，这已经变成了必需品了。但跟你辛苦去开一家饭店不同，你只需要拍好一部影片，做好流量，就有人找你合作赚钱了。这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商业模式。那如何才有流量呢？做什么题材？怎么做呢？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存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除了会教你网络赚钱的道与术以外，我还会给予大家一个科学系统，就是大家只需要复制这个系统去做 YouTube， 你将会从0到1到100，而且这是永久的。也就是说，以后有什么其他的项目，我实践过也会在里面告诉大家。那现在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还可以获得我们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除了可以听我们团队100本书以外，我本人也会在里面举办一些不定期的财富自由课程。另外还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群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里面抱团。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报名啊。那么我们玩期货还是有些规矩要遵守的。第一，因为是赌错方向，你可以把期货合约卖出去，这比你到赌场买大小更好，你不是全亏的。我们交易只做能止损的交易。为什么很多富人聪明人都栽在股票和期货上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去做止损。你比如说，你用理智去判断俄罗斯战争了，油价应该要涨才对，你买了看涨期货，最后油价是跌的，你依然坚持你自己的判断，那你就会直接破产。因为期货这东西呢是有交易的，1:10的杠杆交易啊，上下波动10%呢你就爆仓了，你就会变成穷人了。你有1000万，你可以拿1万甚至100万出来玩，你有可能赢到1000万。但你如果全拿出来玩的话，而你又不去做止损的话，你可能明天就亏了2000万。第二，不要恋战，赚到就跑。我们全年呢只等一次的机会，也可能只交易一次，因为越接近期限，期货合约的价值呢就越低，越持有价值越低啊。本质上，期货合约是一个不断贬值的过程，所以这个东西呢只适合短线的交易。你像这次的俄乌战争，你预期也很快打完嘛，那这些大宗的商品的价格也是在短时间内有很大的波动，所以我们才敢去玩。你千万不要买了以后就去持有几个月，也不看买入的期限是多久。那这些人呢也会因此而变得一无所有。股票跟期货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期货我们可以买进1个小时之后就卖了，股票我可以持有1个月甚至1年，这个大家能听懂吧？
最后，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